Hello，各位玩家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陆。在每一期的月份手游推荐里，大陆主要会为大家算和整理这个月份的最新或好玩的手机游戏。而在这次所整理的4月份清单中，就有许多高质量的游戏推荐给大家，其中就包括了沉浸式的驾驶冒险游戏，让你经营客制化电脑工作室的游戏，类似鬼打墙8号出口的玩法，奥特曼 IP 系列的新作，由育碧所推出的全新游戏，以及其他玩法的作品等你来发掘哦。这些游戏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后的，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玩的游戏，那就大陆一起看下去吧。黑猫快递当然有黑猫亲自配送啊！轻松送货公司是一款玩法非常纯粹、沉浸式的驾驶冒险游戏。游戏中，你将扮演一只新入职的快递公司的黑猫，驾驶着自己的小火车穿梭在山中小镇。小镇被诡异的天气所笼罩，导致送货也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庆幸的是，小镇居民们都非常需要你，快递的订单多到接不完。除了接单送货，玩家也能慢慢了解居民的故事，最后发现小镇的秘密。另外，也需要注意角色的体力和燃油哦。比较特别的是，游戏中没有 GPS 小地图，需要玩家靠路牌来寻路。这样舒服的画面也增加了游戏的神秘感，是一款值得推荐的送货 RPG。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最酷炫、最高效的电脑啦！我是说，在电脑创造者3里就能轻松实现。本作是一款让你经营客制化电脑工作室的游戏，你可以通过完成顾客的订单来赚取金钱，其中就有帮忙消除病毒、加装 SSD、RAM 或是涂抹散热膏等等。也有顾客会要求喷漆、换外壳和材质等要求。电脑组装方面也蛮全面的，主机板、显示卡、散热器这些主要配件也需要由玩家自行购买和搭配。甚至还包括酷炫的 RGB 灯条和水冷回路建设，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得到。完成组装后，也可以开机测试、安装游戏和软件等等，玩起来非常真实。后期还能出售自己组装的电脑，赚取更多的金钱来升级你的工作室。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或想学习一些组装知识的话，就不要错过这款游戏啦。如果有一天你被困在一个公厕里，你有信心逃脱出去吗？厕所吧的玩法就是这几年比较创新的玩法，也就是类似那款主打鬼打墙8号出口，需要玩家不断重复观察同一个房间，从人物的特征、场景的构造、摆设和物件的大小等等，只要有看起来不太对劲的地方，就要立刻往回走，就能前往下一层。如果没有发现异常的话，继续往前走，就会回到第一层，重新开始轮回哦。虽然本作的氛围令人毛骨悚然，但其实所有异常都蛮搞怪的，没有太恐怖的元素。想挑战自己的观察能力吗？那就来逃出这个公厕吧。说到奥特曼或者超能力霸王，应该是不少玩家的共同回忆吧。这款由远古正版授权、全程监修的奥特曼光之战士，大陆自己在实际玩过之后，觉得它算是近期奥特曼 IP 手游里做得蛮有诚意的一款。首先，游戏收录了超过50位平成、新生代到令和的经典角色，而且不只是奥特曼，连之盾、金古桥、卡蜜拉这些传奇怪兽也能招募进队伍里，就算是宿敌一起并肩作战，也不再是梦哦。战斗则是回合式卡牌玩法，大招演出是真的有还原原作的运镜跟音效，但是后期养成会比较需要花时间，休闲玩家可能需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肝。如果你只想收集角色看大招的话，那这款游戏还是蛮值得一试的。喜欢玩卡片对战的玩家，这款由育碧、无预警在双平台推出，名为 Might and Magic Fate TGC 的游戏，算是款还不错的战略性作。它可不是那款运气抽牌、丢脸上的简化版 TCG。游戏里有4大经典阵营，像是圣堂、墓地、地狱、学院，还有超过250张的卡牌可收集。每张卡都有自己的招位逻辑，你要思考的是这只生物摆在哪一格才能知道加成，或者是这回合要不要牺牲这张卡换金币等等。
等。另外，就算是无氪也能玩得很爽，每日任务送卡包送蛮大，没有氪金压力，一场大约5到10分钟，节奏明快。想找一款需要动脑、不看运气的卡牌游戏，那这款或许可以试试看。这款由 Camco 所带来最新奇幻作品 RPG Akuma Rise， 讲述恶魔统治的亚德里德恩王国，而你扮演的主角凯因是一位失去记忆、漂流到孤岛上的恶魔，在3位恶魔公主和吉祥物的陪伴下，他将一步步找回破碎的过去。玩法上，他走的是非常古典的 JRPG， 侧视角指令回合式战斗，不是那种自动开打的手游。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魔法珠系统，让你能够帮角色装备这些珠子，随着战斗使用慢慢升级，解锁更强的技能，而且每个角色的必杀技也都很有魄力。喜欢老牌回合制、品味剧情的玩家，这款就是你不错的选择啦。寄生皂是一款由日本电影学院奖获奖的作曲家佐藤直纪倾力打造，拥有豪华声优阵容的纸下 RPG 作品，让玩家在欣赏电影型漫画的同时，可以体验到 RPG 城市经营的玩法。玩家在游戏中需要打造一座城市，透过挂机和通关奖励打造更多的建筑，然后引介更多的角色到城市居住。当然，玩家也可以招募新英雄组成的队伍，为他们升级和突破，然后出发探索地下洞穴。感兴趣的玩家就不要错过喽。这款怪物漫步的概念还蛮新鲜的，它是一款步数驱动的剑士 RPG， 简单讲就是你现实生活中走的每一步都会变成游戏里的体力跟攻击能量，而且大陆觉得最特别的是它不用开 GPS， 纯粹靠计步器，所以不用担心隐私问题。战斗方式是弹幕类的即时对战，要用点头的方式去闪子弹，抓反击时机，不是单纯挂机的那种。你可以边散步边收服一些蛮有特色的怪物，带回基地升级，一步步把地图上的迷雾清掉。不过目前版本还是存在一些 bug， 像是步数转换不稳、进度回溯等等。如果你想找一款能让自己多走点路的游戏，又喜欢养成奇幻风的怪物，那这款可以试试看。Trials PVP 是款快节奏的竞技对战手游，你开的不是赛车，而是要在现实短距离跟其他人抢地盘，比谁撑到最后，就有点像 Switch 的斯普拉顿那种，每场大概几分钟就能结束，节奏相当明快。特别的是它的增长系统，每位车手都有自己的独立技能树，你要自己决定走爆发流还是防御流，而且它有个卡牌掉落机制，只要比赛就有机会拿到新角色或装饰品，不是那种一定要靠抽才能变强的设计，加上直线的画面设计，让你单手就能操作，整体是款可以当做休闲玩的竞技游戏。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一边喝咖啡一边聊是非，这就是 Coffee Talk 这款游戏的核心玩法。游戏中你将进一家咖啡馆，为客人冲调咖啡的同时陪他们聊天，而且游戏中登场的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了精灵、兽人、人鱼等奇幻种族。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公主在同一个小镇中，所以也爆出了有趣的故事与纠纷。在泡咖啡方面，游戏拥有30种的特殊配方，可以自己选材料、冲泡方式和拉花。游戏时长大约3个小时，虽然故事描写得很平淡，却让人感到惬意舒服。喜欢听故事的话，可以试玩看看。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就如你喜欢大陆的影片，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分享和订阅。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祝各位游戏愉快。